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1408塔罗之间。我是阿可老师。对，好，那因为昨天老师还是要上班，所以呢，昨天星期六就没有上影片。没办法，因为要上班，而且老师是上到晚上9点，所以没有办法发影片，那就改成今天来发影片。好，那老师有一个主题真的很想要讲，但是呢，就先做另外一支影片，老师就做另外一支影片。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今天的主题呢是分手后他后悔了吗？今天一样是有4个选项。第一个选项的话呢是黑桃 A， 第二个选项是红心3，第3个选项是方块4，第4个选项是梅花 J。 当然你也可以用它的这张牌上面的图案来做选择，或者是你可以使用1、2、3、4这样子来做选择，都可以。然后呢，请用直觉呢选择一张牌。那选好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咯。好，那如果说你还需要时间的话，请按下暂停哦。那我们就来开始。首先是第一张牌，黑桃 A， 第一张牌。那我们来看，应该说第一个选项黑桃 A。那我们来开始，它有3张牌。我们来翻牌哦。第一张牌是魔术师的逆位。第二张牌钱币2的正位。第三张牌节制的逆位。好，那这3张牌代表说，他跟你分手后，他是不是有后悔呢？老师先来讲结论，结论是有的。好，那为什么老师会说有呢？主要就是这3张牌的一个综合结论。那我们一张一张来讲。第一张的话呢是魔术师的逆位。那魔术师的逆位的话呢，代表这一个对象他可能遇到了一个感情的玩咖，或者是更糟糕的遇到了一个骗子。这个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之后遇到的这个对象呢，他不是很好。当然有可能比较没那么不好的，就是他后来新遇到的这个对象呢，就是没有打算跟他认真。也可能只是想要享受他的资源，并不是真心的对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出现了这张魔术师的逆位。这也代表说，你的这个对象的话呢，他吸引不了另外一个对象，他对另外一个对象的话呢，他的吸引力是不够高的。所以说对方也不太把他当成一回事，所以才说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对方是个玩咖，他的新的这个对象可能是个玩咖，或者反正就是不认真的一个对象。比较通说的说法就是这样子。然后呢，那这样子的话呢，对方就是这个跟你分手的这一个人呢，当然会觉得跟以前比不一样嘛。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
现在这个新的对象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第三张牌，老师现在来讲第三张牌。第三张牌跟第一张牌是有关联的。为什么说有关联呢？都说了，对方是类似像玩咖，反正就是没有跟他很认真或者是不是很想要跟对方，就没有心灵上的一个交流跟沟通。这个节制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就代表说他跟那一个对象是没有什么心灵上的交流或沟通的，或者说很少，或者说他们的一个沟通他们的交流都是停在一个很表面、很肤浅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会出现了这张节制的逆位。那当然，这张第二张牌的话呢，是代表说，你问的这个人他面临到了就是人际关系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这个人际关系比较复杂，也可能是他的新对象引起的，因为就是说，可能这个新对象还有更有他的前任，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异性的对象然后会把这个关系呢搞得比较复杂一点当然你的这个算命的这个对象的话呢，他可能目前还不会觉得有超过他能复合的、超过他能接受的一个程度，但是慢慢的他可能就会越来越觉得负担越重因为钱币二的话呢，它本身代表就是一个忙碌的状态不管是代表说他目前的一个心情，或者是说代表他目前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复合程度已经是属于一个忙碌的状态了。那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长久持续下去的一个状态毕竟像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呢，它最好是一个放松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忙碌的状态。因为任何事情你忙碌下来真的是很难维持长久。对，因为你不可能让自己维持在一个长久忙碌的状态，这样子的话呢，对心理或者对情绪方面来说都是不健康的。所以人就是需要放松嘛。那对他来说，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很难放松的情况，因为这跟他以及现在的那一个人是有关系的。刚刚老师有讲的是这样的情况，加上这样的情况，那就会变得他会很难放松，所以才会出现这张牌对，所以说这三张牌是有相关联的。那一旦人处在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呢，一旦想到说跟之前的人来做比较的话呢，他很有可能就会产生后悔的情绪老师是用这样子来做一个推论的，这个是很有可能。毕竟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他就会有后悔的情绪出来。对，所以说老师对于第一张牌的一个解答呢，就是他是有后悔的那后悔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而后悔，好不好？那老师的牌呢第一张牌老师就应该说第一个选项老师就讲到这里了。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影片，或者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可以帮我们影片按个赞，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也可以把这影片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认识的人。谢谢大家。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讲第二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的话呢，我们要来开牌咯。第一张牌，圣杯十者的正位。好，第二张牌，权杖 A 的正位。第三张牌，审判的逆位。好，那这3张牌综合起来的话呢，对方是不是有后悔呢？老师的结论是，现在没有，但之后会后悔。OK， 听清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呢？老师来分别讲一下这3张牌。第一张牌，圣杯十者的正位。那圣杯十者的正位呢，代表说他可能有想要发展一段新的恋情，就是他可能正在透过一些方式跟他喜欢上的这个对象呢，要进行联络。圣杯十者是一个传达他的一个喜欢或者爱意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对象的话呢，看起来，因为这边有一张权杖 A， 权杖 A 的话呢，代表说他对于这个对象呢是非常有热情的，甚至有可能是一见钟情的这样子的对象。也就是说，你算牌的这个人呢，他就应该是蛮喜欢这个新的对象的哦，所以说会出现这一张权杖 A 的正位，是很有热情的，而且他应该会主动采取行动。那这个正好跟第一张的圣杯十者的正位互相呼应，就代表说他目前应该是对某个人呢是会采取行动，而且很热情，而且呢是很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的。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子，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呢，他会有觉得后悔的情绪吗？看起来是不会有的，对。但是呢，最重要的是第3张牌审判的逆位。那在审判的逆位这张牌的话呢，暗示着说他跟这个他想要追求的这个对象呢，会出现了难以通过的考验。审判的逆位，因为审判的逆位代表的就是难以通过的考验。既然没有办法通过考验，就代表他想要开启的这段新的恋情呢，注定是会失败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很有可能他就会产生了一丝这么个后悔的一个想法对啊。当然这也是推论啊，很难说一定是这样或一定不是那样子。但是至少他现在的一个情况会是想要去追求一个对象，但是很可能很大的几率会失败。因为既然都通过不了考验了，他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成功。对，好，那所以他在未来可能之后一段时间，这没有办法预测多久，但是呢，他会遭遇这样的情况，那他可能就会产生了会后悔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存在。OK， 慢慢等，就会等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第2张牌红心3老师就讲到这里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那可以帮我们的影片按一个赞，然后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也可以把这个影片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认识的人。谢谢大家。
好，那洪先生老师讲完喽，接下来我们要讲第3个选项，方块式的部分。那我们来开牌。方块式选项的第1张牌是宝剑9的正位，第2张牌是宝剑2的正位，第3张牌是钱币3的逆位。好，那老师一样先讲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对他会后悔。那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3张牌的综合看法。那我们一张一张来讲。第1张牌的话呢，就是宝剑9的正位。那宝剑9的正位代表说，它是处于一个烦恼就是很困扰的一个情绪中那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情绪呢？他可能就是陷入了一些纠纷或者是有什么样子令他觉得很困扰难过的事情。对，好，我们可以来看宝剑2的正位的部分。因为宝剑2正位呢，它涉及到纠纷，可能是会牵扯到道德的问题。对，他需要做出一些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呢，又是一个两难不想选，但是其实宝剑2正位的话呢，他没有办法去略过或者是忽略不选也就是说，他必须得要做出一个选择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就是说，好了，我就摆烂，就不去管它，就没办法这样子做，所以他必须得做出一些选择对啊。那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这也代表说他现在处在的是一个有问题就是不健康的一个感情里面。对啊，他可能会有缺乏安全感，或者是说会觉得很空虚寂寞，就是都是一些会被受伤的一个情况对啊，所以感情纠纷会有一些困扰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对，那这个的话呢，跟第3张牌钱币3的逆位其实也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钱币3的逆位的话呢，它代表什么？代表说它是一个可能通用的讲法就是这个会有合作破局的一个情况。那当然这边讲的合作呢，不一定是说我们是一个共同工作的一个共同一起来创业，然后合作破局，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可能比如说要论及婚嫁了，这也是一种合作嘛，对不对？合作破局总之的话呢，就是说两个人之间呢，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或者价值观的话呢，就是不一致的，对，所以才会说，他需要做出选择，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这个差异逼他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呢，他是相当的困扰的，甚至有可能说他现在的这段感情呢，就会破局，或者是说难以长久。或许他可以埋头不看去躲避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但是
没办法长久啊，他终究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所以最终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或烦恼的一个情况出来哦。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3张牌这样子的一个呈现。那他跟你分手之后，他现在在遭遇到的这样子一个感情问题，看起来是非常令他困扰跟烦恼的。那他怎么能够不后悔呢？对不对？这也是老师说，他会后悔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啊，所以对方现在应该是过得不是很好。对啊，当然外表不一定会展现出来啦，因为有些事情你也未必能够很清楚但是看起来就是一个会有困扰的一个情况。对啊，好，所以对方这么困扰，我觉得他会感到后悔，就是这样子。OK， 那这张第3个选项老师就讲到这里咯。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影片，或者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可以帮我们的影片按一个赞，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者是把这个影片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认识的人。谢谢大家。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来讲的是最后一张牌最后一组牌，也就是第4个选项。那第4个选项我们开牌咯。第一张牌，钱币10者的逆位。第2张牌，正义的正位。第3张牌，钱币10的逆位。好，那这3张牌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个结论。结论的话呢，就是对方在跟你分手后，他是不是后悔了呢？答案是的，他后悔了。那当然，这后悔也是老师的推论，主要在于这3张牌的综合起来的结论。好，我们慢慢来说。第1张牌，钱币10者的逆位。钱币10者的逆位代表说，你算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他是被他现在一个新的对象呢的外表或者物质呢，他给迷惑了。对，也就是说，他是被对方的外表给吸引了，但未必能够看到对方的一个内在心理的部分。那如果说他能够看到对方的内在心理部分，或许就不会被他给吸引。对，这个其实很麻烦因为其实老师一直想要跟大家表达，就是说2个人是否可以长期相处在一起，最重要的其实真的不是外在的因素。对，因为其实人呢，不管是嗅觉或者是视觉呢，都会有所谓的疲乏。也就是比如说一个很香的东西，你一直闻一直闻一直闻，那它就会慢慢的让你觉得没有那么香。人的神经的刺激跟感官的刺激呢，是会疲乏然后递减的，因为你的神经不能让你一直这样子被刺激这样子对你来说也是很难承受的。所以说他对你的就是说，人呢，就是如果对方很帅或很漂亮，一开始你会惊艳，但是慢慢的相处久了，你就不会太把这个外表呢当成那么重要的事情。所以
不是说退而求其次，而是说下一步的话呢，你就会更想要去追求内心的部分。你跟他相处的如何啊？然后跟他是不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啊？这样子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那种世纪婚礼，然后最后离婚了。比如说，影视圈的金童玉女有没有双宋？就是韩国的那个宋什么，两个有名的，好像就是天作之合啊。婚礼办得很大很轰动，结果呢离婚了。为什么？其实这种婚姻离婚的几率真的是很高。重点在于不是外表，外表好像看起来很合，但是实际上呢，个性呢，这个是有问题的价值观跟个性的部分，特别是像演艺圈的明星啊、名人，通常都是别人要让他居多，对不对？那今天如果说有一个人是被让习惯的，那今天两个人都是被让习惯的人在一起，谁要让谁？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在跟别人谈感情的时候，这个绝对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就好像是说两个人发生了争议之后要做出选择，那必定要有一个人是要退让的。那退让了这个人的话呢，是谁呢？像这个金童玉女两个人，两个都是大明星，两个都很相等，那谁要让？那不让的话，结果是什么？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如果说你们的价值观、生活习惯更相近一点，就更不容易会出现一些争吵的情况。但在所难免吧，人是不同的个体，你跟我都是不同的个体。就算你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你们仍然是不同的个体啊。对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脑波直接意识交流，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很多的一些情绪表达什么之类的，都是要透过沟通来进行。对啊，所以好看，我觉得就是一个门槛，你设定一个门槛，基本的门槛，对方可以的外表是你可以接受。其实很多时候对方的外表呢，你只要看久了，就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看，没有那么漂亮，你好像也能接受了。为什么？其实这跟刚刚老师讲的那个疲劳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像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味道不 OK， 那慢慢的因为你嗅觉疲劳了，所以好像也就没有那么难以令人接受了。这个一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外表就是有达到一个门槛值就行了。对，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其实是最重要的。两个人是不是合得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讲第三章。第三章的话呢，就是说钱币十的逆位代表说他的这一段的关系呢，可能就会什么呢？比如说分手啊、离婚啊，这个代表是一个关系的一个崩坏。那这代表说，他如果说有一个新的对象的话呢，其实这个是不长久的。那正义，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就是出来跑，迟早要还的这个很常见。也就是说，他现在跟你分手了，他之后遭遇到这些的话呢，都是他，因为他做出了选择，所以他必须承受这个结果。但是通常人在承受结果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容易感到后悔的时候。
对啊，也就是说，或许他现在还没感到后悔，但未来一定会。哦，这个就是他必定是会的，只是说或许不是现在，也有可能是未来，对啊，因为是第3张牌是这个。OK， 好，那这个的话呢，我们那这张正义的话，老师最后刚刚已经讲了，也就是说，这张牌在这边的话呢，它代表的就是说，事情总是要有一个那个公平的一个裁判出来，对啊，所以才会出现这张正义哦，对啊，好，那第4张牌，第4组牌哦，第4个选项啊，第4个选项，老师就讲到这里了。那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影片，或者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可以帮我们影片按个赞，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也可以把这影片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认识的人哦。谢谢大家，大家拜拜。